这个啦啦队它其实山里一边刚好各占据不同的生态位，比如说像李雅英的话，它是可以卖弄性感，但是它又是以这种亮丽、阳光；多惠的话就是在可爱跟在有点性感之间。李珠莹就是带一点害羞、稚气的感觉，所以它有不同类型，守备了全部的方位。今年真的是百花齐放，快乐的一年。奇雅虎4代同堂，奇雅虎变成台湾啦啦队农场。今年就是韩职啦啦队在台湾的战国时代，每一队都有大量的韩职应援，除了乐天桃园。今天又公布啊，富邦又把他们的 Kimi 带走了。连台湾都挖走，有点逃走。我觉得就是整个棒球文化改变了啦。以前那种3个先发就可以扛一支球队，没错，叫3本柱时代，通常是2个洋先发配1个洋后。像最有名就是兴农那时候的3本柱嘛，勇壮飞勇、世界勇，那一年就很强。那个年代真的有很多很难想象的，跟现在的那个棒球文化完全不一样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现在的棒球环境跟以前不一样，以前一个投手动不动玩投9局的很常见，现在不会，现在就是分工，所以一个球队你一定会有大量的投手轮流。去年12强最关键就是每一个投手有扮演好他的角色，就是大概比如说投个1-2局可以稳稳的这样投过去，对，这是关键。WBC 这个系列的比赛，投手最多只能投80球，你投完80球，你就要连休好几天，65球以内好像是可以第4天还可以再上，它有不同的球数的限制。那大部分的大联盟选手都会告诉你，每一场最多不可以投多少球。现在整个环境不一样，那我们就没有在那种什么强投，像王建民以前那个先发一定要至少6局那种。我觉得就是整个棒球文化改变了啦。以前那种3个先发就可以扛一支球队，没错，叫3本柱时代。以前就是要嘛2个洋先发加1个土先发，或加1.5个土先发，然后配1个后援，然后通常是2个洋先发配1个洋后援。像最有名就是兴农那时候的3本柱嘛，勇壮飞勇、世界勇，那一年就很强。那个年代真的有很多很难想象的，跟现在的那个棒球文化完全不一样。韩职啦啦队关键在于他们那个动作非常好看，他们那个是千锤百炼出来，他们的身材又很好，每个都是手长脚长，然后台湾啦啦队那边每个都矮他们半截，他们细到连腰线他们都会要求。比如说这几个站出来，他的腿长跟他腰上下身比相对一致。其实如果有看到韩国啦啦队的话，你就知道他们真的是很平均。比如说像明明是不同世代，比如说李雅英跟李珠莹站在一起，你不会觉得很突兀。其实如果在韩国的话，李雅英已经是叫祖母级了。对，这个跨3个世代。雅虎李多惠是李雅英的后辈，然后李雅英在后面就是边河绿，然后边河绿在后面才是李珠莹。但是李珠莹再过2年，可能新的一代又上来。问题是全部现在都在台湾了哦。富邦最近李雅英呢签约完成，所以呢韩籍5本柱全部到齐哦。金杜尔是去年底才加入富邦勇士，金子仁也是，所以这2个目前还没有到棒球场。蓝敏珍跟李雅英是去年就篮球、棒球都有，可是呢李雅英的篮球是在云豹、台啤，蓝敏珍是都在富邦。为什么他会去台啤啊？这就很有趣，就是他的约是这样签的。过年期间那时候棒球休息，所以他去上很多综艺节目都说他是电报女，因为他当时在云豹。对，最近有一支就是讲他在篮球场办他的生日会，2月9号，然后他就唱那个《流浪到淡水》，他那个声音你还觉得他在模仿李炳辉喂，李雅英目前在台湾公开演唱都唱台语歌，第一首学的是《心灰灰》，为什么他都唱台语？很有特色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李雅英的中文学怎么样？现在我觉得不差，会有人去接机，然后他就看到说，你的手机上面不是只有李雅英，你有别人，渣男。他渣男你们都是渣男。他在韩国应该是模特儿等级的这种啦啦队员，对，那他本身确实有在接一些这种模特儿的拍照啊，或者什么相关的这种案子。然后他在台湾其实相对来讲，他的偶包是相对低的，他是可以去做一些有趣的互动。他这样等于他的人设比较不会冲突。李雅英就是那种很甜美说像邻家女孩啊，尤其她是笑脸，天生笑脸的人。可是你看那李珠莹李珠莹她其实不爱笑，她常常会有那种叫做害羞。她跟李雅英是不一样，李雅英如果是太阳的话，李珠莹是像月亮，比较神秘。可是呢，人家为什么喜欢她，就是因为她就害羞。像李多惠跟李雅英都是属于那种很自然而然就是笑脸，所以他刚好也是3个世代。李多惠26嘛，就差1轮，李多惠27啦，边河绿25，比李多惠再小一点。在台湾是从前面手背到后面，后面手背到前面全部都有。不过我觉得韩国他们跳啦啦队真的是标准，真的是严格。为什么台湾跳啦啦队跟韩国跳啦啦队差那么多？奇怪，台湾好像啦啦队是大杂烩。当然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市场有差，我们台湾的应援是从韩国学来，现在这个模式呢，就是Lamigo去跟韩职学，然后把它带进来之后，所以有很多什么驾乘金风安大。
安打陈金峰，那个就是韩职的模式。然后包括那个每个球员有专属应援曲，这个都是属于跟韩职去学习的。以前只有明星球员才有应援，以前是这样的模式，到后来变成是每个球员都会有一个应援。韩职就是用这样的方式，然后还会加一个呛死曲，有人出局就会有这个他们叫 Biggie Biggie 那个。那这个就是李俊颖红起来，就是那个我们跟韩职学了很多这种应援的逻辑，因为韩职就是主要是要带动。我记得去年12强那个时候，我最惊讶，那时候真的很震撼。那时候是日本对韩国那一场，因为他们想说中华队你们没有比赛嘛，好，然后韩国他们有应援团来啊，他们说你们可不可以音响让我们去播？然后我们说不给，他们就自己弄了一个小音响在那边带，结果他们的球迷全部都会清唱，所以现场你会觉得很震撼，就是每一个球员上去了，他们就会唱他的应援曲哦，你会觉得说韩国职棒他们就是你真的有在看韩国职棒的这些球迷，他们对这些球员的应援曲都会非常熟悉。今年就是韩职啦啦队在台湾的战国时代，每一队都有大量的韩职应援，除了乐天桃园，今天又公布了富邦那个又把他们提米带走了，他是台湾人，就连台湾都被挖走，对，全员逃走了。今年最受瞩目的啦啦队，其实我就把它摘出来了，三里共构。你漏了一个叫做边河绿，然后呢，这4个你就可以把它变成叫做奇亚虎4代同堂，奇亚虎变成台湾那个啦啦队的农场。其中一个蛮干的。我们有一个网络温度计，第1名李珠颖嘛，第2名李多慧嘛，第3名就是边河绿跟第4名就李雅颖，就这4个。边河绿下礼拜也要加入打经典赛的应援。哦哇！所以像有没有可能有机会看到三里加一边？如果三里一边组成超强应援团，因为李多慧的他商业活动已经爆炸，价码高上来了，他爆炸了。搞不好李多慧再这样发展下去，过1-2年他可能就不是场场跳。拜托我，平西天灯节代言人李多慧，主要是因为我觉得他们也很懂事，他们在台湾就会入境随俗，比如说像李雅莹上礼拜生日嘛，2月9号，她的粉丝大规模在台北车站，在好几个捷运站101的那个捷运站用广告灯箱，在那个好几个街区有台北车站的，有那个忠孝复兴站的那个大荧幕去秀他的这个应援的影片，这些粉丝真的都很大手笔。边河绿很可爱啦，我说他的可爱是那种很有趣，因为他很爱吃。农历年前他拍那个喜年来蛋卷的广告，他在现场就是一直吃，因为他真的觉得很好吃。你知道为什么喜年来找他拍蛋卷广告吗？真的因为边河绿爱吃喜年来蛋，然后喜年来的高层认识中信的，所以他说那不然找他来拍。今年中职明星赛，他就会把这些人全部凑在一起。这个啦啦队他其实三里一边刚好各占据不同的生态位。其实我觉得大家要把握今年，因为李雅莹很有可能这是他生涯最后1年。他是因为喜欢台湾，他觉得台湾粉丝很挺他，对，所以他决定再留1年，否则理论上他应该会准备退休的。哦，因为以跳啦啦队讲，33是真的，他真的是高龄。我觉得他们不同类型啊，比如说像李雅英的话，她是可以卖弄性感，但是她又是以这种亮丽、阳光，主要是那个笑容，然后大家会觉得对笑容。多慧的话就是这可爱跟在有点性感之间，李珠颖就是看起来是最年轻的，然后有点还带一点害羞稚气的感觉，所以他有不同类型呢，他就守备了全部的方位。今年真的是百花齐放，快乐的1年啊哈！来，我们拿一点给小编吃好了。小编，等一下你可以办一个这个大寻宝，到底有多少颗番茄在地上？那个。